今天我会跟你们分享一下防晒这一个话题。我相信防晒这件事情呢，对马来西亚的女生来说应该是很不陌生的，因为我们这里呢常年都是热天，防晒已经是我们每天必做的事情了。就好像我现在是在室内，可是我还是会擦防晒，因为只要有阳光照到的地方呢，不管是直接或者是间接微弱的光，甚至是阴天，都会有紫外线的存在。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做好防晒呢？最主要肯定是因为一件事情，就是避免被晒黑还有生斑。因为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：一白遮三丑。所以大部分的亚洲女生呢，都希望自己的皮肤呢越白越好。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，紫外线呢会增加皮肤癌的风险。所以不只是为了外观，也为了我们的健康着想，我们更应该要做好防晒的动作。基本的防晒动作可以做的呢，就是撑伞啊，穿长袖衣裤啊，戴个帽子啊，眼镜之类的，或者就是直接避免晒太阳。早上10点到下午2点的阳光呢是最猛烈的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最好就是待在室内。如果有必要出门，或者是你待在室内的地方是间接性被阳光照到的话，最好就是要涂防晒了。防晒成分呢有分2种，第一种呢是 Physical Sunscreen Ingredient， 中文我们叫做物理性防晒。属于物理性防晒的呢，主要是有2个，就是 Titanium Dioxide 还有 Zinc Oxide。物理性防晒一擦上去呢，就有防护的效果了，因为它是直接反射掉紫外线，它不会被我们的皮肤吸收，它只是呢覆盖在我们的皮肤上面而已，然后就可以达到 physically 隔绝紫外线的效果。它涂起来呢，通常会比较死白，好像像了一层粉这样，而且它会比较黏腻。所以如果是油性痘痘肌肤的话呢，最好是不要使用这一种类型的防晒，因为它会比较闷痘，怕会恶化痘痘的情况。可是其实我现在看市面上呢，很多防晒的产品呢都做到很清透清爽了，所以其实也是要看产品的质地。其实只要不是太过油腻的呢，油痘肌还是可以用的。然后因为物理性防晒呢不会被我们的皮肤吸收，所以它更适合用在敏感性皮肤的人、小孩子还有孕妇。那第2种防晒剂呢，就是 Chemical Sunscreen Ingredient 化学性防晒。化学性防晒呢，它首先会吸收紫外线，然后把这个有害的紫外线呢变成低能量无害的热能再折射出去，同时它也有反射紫外线的作用。这里我所列出来的呢，都是化学性防晒的成分。化学性防晒的分子呢比较小，它可以渗透进我们的角质层里面，被我们的皮肤吸收，所以它的刺激性呢会比较高，不是很适合敏感肌。它的质地呢通常都会比较清爽，所以油痘肌皮肤的人呢可以选择这类型的防晒剂。然后除了看肤质，我们在选择防晒的时候还有什么是需要考量的呢？我相信你们在买防晒产品的时候呢，应该通常都会看到 PA 和 SPF 这2个指数。PA 呢是防 UVA 指数，最低是1个加，最高是4个加。越高的话，防 UVA 的能力呢就越强。那 UVA 是什么呢？UVA 的波长是比较长的，它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真层皮肤，造成皮肤老化、长皱纹和晒黑。那第2个指数 SPF Sun Protection Factor， 这个是抗 UVB 指数。UVB 的波长呢比较短，它会直接造成我们的皮肤被晒伤、晒红，所以 SPF 指数越高，可以抗 UVB 的时间呢就会越长，你的皮肤呢就需要更长更久的时间被晒伤、晒红。当然这个时间可能会因为很多因素而减短的，比如说流汗啊、碰到水啊，或者是你擦不够，都会让这个抗 UVB 的功效缩短或者是减弱。可是呢，你也不要因为这个抗 UVB 性高，你就以为说买越高 SPF 的就越好，因为 SPF 越高，它的质地呢就会越油腻，这样就会对你的皮肤呢造成负担，容易长痘痘。所以其实还是要看你的活动范围。
如果你只是待在室内，曝晒在阳光底下的时间呢，不会连续超过20分钟。其实你用 SPF 15到30的就够了。因为研究显示呢 ，SPF 15以上的呢，其实就足够减少皮肤癌和防晒伤的风险了。那如果你是去户外活动，会一整天都晒太阳，这样 SPF 50以上 PA4 个加的会比较适合。然后如果你是有进行一些会大爆汗、接触到水的活动的呢，最好就是用有防水效果的，而且活动完过后呢，就要马上补擦，或者是根据你的产品的功效时长不同来补擦。通常Water Resistant 的防晒产品呢，包装上它都会注明，在碰水的情况之下，可以耐40或者是80分钟。然后有时你们买防晒产品的时候呢，可能会看到 Broad Spectrum 这一个字眼，其实这个代表说这个产品呢，可以 filter 掉 UVA 和 UVB， 算是一个好的事情啦。或者是它会画一个 logo， 就一个圆圈，中间写着 UVA 的。这个也是代表说这个防晒品是 Broad Spectrum 的。然后防晒品要几时擦，还有要擦多少才足够呢？化学性防晒呢是需要在照到阳光的30分钟之前就擦了，因为它需要被我们的皮肤吸收而起作用。如果是物理性防晒呢，其实马上擦马上就可以出门了，因为它的防晒作用呢，在你涂上去的那一刻就有了。不过其实现在市面上呢，很多的防晒品都是混合性的，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不要急到这样辛苦，到底是30分钟前擦还是马上擦就可以马上出门，安全起见，我建议你们预立30分钟前擦就可以了。那要擦多少的防晒才是足够的呢？如果是擦全身加上脸的话呢，其实大概是2汤匙这么多。如果只是单单擦脸呢，差不多一个23的钱币的大小这样。然后要均匀的覆盖整张脸，而且还要每2个小时补擦哦。不过讲真的，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做到2个小时补擦一次，所以对于这件事情呢，大家就量力而为吧。然后其实补擦的时候呢，你们可以选择用那种有防晒功效的 Powder Foundation 粉饼就可以了。因为在外面的话是会比较方便，而且它不会这么油腻，还可以顺便补妆。我自己现在用着的呢是这2款防晒品。如果有去户外的话呢，我就会擦这个 SPF 50 PA4 个加的 Biore UV Bright Milk， 它是混合性的防晒，然后它这个呢有提亮润色的效果，会有一点裸妆遮瑕的效果。所以如果你不是要化大浓妆，基本上你用这个呢就可以不用涂 foundation 了。它的质地呢是非常水的，而且非常好推，还有涂上去之后呢很自然。然后另外一款呢，它的 SPF 呢只有20，它里面呢是有防晒的成分，可是我不清楚它到底是不是属于防晒品的 category。它是 Pure Beauty 的 Urban Shield Radiant Day Lotions， 这里是写着 Made in Korea。But 我觉得是Watson旗下的产品吧，或者是Watson带进来的牌子，因为它只有在Watson才买得到。当时我会买这个呢，是因为我问Watson里面的 Beauty Consultant， 想让他介绍我一个适合室内用的防晒，然后 SPF 不要太高的，他就介绍了我用这一个。根据他的说法呢，这个产品适合 Office Lady 用，就比如说你长期在室内，然后对着电脑 screen 还有 LED 灯那些的都适合用，因为这个东西呢，它可以防蓝光。蓝光呢，它会造成我们的皮肤老化、黑色素沉淀，所以里面的防晒成分呢，可以帮助我们阻挡掉这些微弱的蓝光，而且它里面有少许的抗氧化成分，这些都对皮肤抗老、减少黑斑是有帮助的。然后它的质地呢，真的就像 lotion 一样，是白白的乳液，涂上去过后呢，是完全没有遮瑕的效果的。
就好像我们平时擦 serum day cream 那种感觉而已。效果方面呢 so far 我是还没有看到什么改善啦。不过因为在这个年代，其实真的面对电脑、电话的 screen 的时间很长，所以即使没有出门，在室内，我还是建议大家可以涂一些 SPF 比较低的防晒。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我要提醒的是，如果你有去夏威夷还有帕劳这两个地方，要注意一下，因为这两个地方呢已经开始禁用某些化学性防晒成分了。夏威夷呢，它禁用了2种成分，就是 octinoxate 和 oxybenzone。octinoxate 它会影响一些海洋生物的荷尔蒙，造成它们性别转换，公的变母的。oxybenzone 呢，它就是会造成珊瑚白化和死亡。这2个成分呢，在帕劳也是一样被禁用。其他的防晒成分呢，在帕劳被禁用的还有 octocrylene 和 4-methylbenzylidene camphor。所以，如果你不想再去这2个地方的时候被罚款的话，你可以记下来这一些成分。在购买防晒产品的时候呢，避免选到含有这些成分的防晒品。好了，所以我今天对防晒的分享呢，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想问，或者是想要建议的话，你可以在下面留言。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有帮到你的话，你可以 like 我的影片，分享出去，还有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。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